气血对女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气血不足，可能会出现手脚冰凉、皮肤暗黄、没精打采等问题。而气血不足的原因之一，就可能是脾虚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能够帮助调理脾虚、补充气血。首先，我们找到血海穴。在大腿内，从膝盖骨内上角往上量3个手指宽，这里有个筋肉的沟就是了。按压时呢，会感觉到酸痛。血海穴是足太阴脾经的腧穴，有很好的补气养血、调理脾虚的作用。按摩时可以用拇指按揉，每次按揉5分钟左右。气血不足的，每天坚持按摩血海穴，能够帮助补足气血，让气色越来越好。气血不足呢，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，推荐大家可以用桂圆、红枣、枸杞茶泡水喝，对补充气血也有帮助。如果能够和按摩血海穴一起配合着用，效果会更好哦。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吃水果，水果呀是非常有营养的，但水果也不能乱吃。对于肠胃不好的人，下面这3种水果就尽量少碰吧，再有营养也不行。肠胃不好，不要吃桃子。桃子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如果肠胃健康的话，那么对开胃是有一定作用的。但肠胃不好的人就建议不要吃了，因为桃子中含有大量的大分子物质，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，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肠胃不好，不要吃柿子。柿子的味道酸酸甜甜，是很多人喜欢吃的。但柿子属于酸性，肠胃不好的人如果吃了，容易刺激肠胃，加重胃酸分泌，引起肠胃不适，所以胃不舒服的人也不要吃。肠胃不好，不要吃猕猴桃。猕猴桃属于寒性水果，也容易加重胃酸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所以肠胃不好的朋友，猕猴桃也要少吃，尽量一口都别碰。胃好不好，手掌有提示，若出现2种情况，要注意养胃了。手掌有白斑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手掌是比较红润的，这也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。如果肠胃出现问题，影响人的消化和吸收，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、气血不足的情况。那么这时手掌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白斑。若你也有的话，那就要注意调理肠胃了。手掌有红斑，除了手掌出现白斑是肠胃不好的表现外，手掌有红斑也要注意，有可能是肠胃出现问题，或者是体内湿热太重。不管是什么问题，都需要进行调理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。若你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说明肠胃还算健康。那想要肠胃好，生活中呢要多注意饮食，多运动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呵护肠胃健康哦。现在生活中有很多坏习惯都会导致寿命减短，尤其是早上爱做这3件事，不利于长寿。快看看你占了几个。第一件事，不吃早餐。现在大多数人呢都有不吃早餐的习惯，那长期不吃早餐会使人出现营养不良、免疫力低的情况，而且不利于肠胃健康，从而使人减寿。第二件事，晨起吸烟。大家都知道，吸烟本来就对身体有害，而早上起床吸烟，尤其呢是在空腹的状态下，很容易吸收香烟中的有害物质，刺激支气管，导致各种疾病出现。所以晨起吸烟也会使寿命减短。第3件事，晨起剧烈运动。虽然运动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不建议大家早上进行剧烈运动，因为这样不利于心血管健康，对老年人来说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也可能会让人慢慢减寿。如果你也有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为了健康，尽快改正。如果肠道内堆积宿便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很多毒素，对人体产生危害，所以要及时的将宿便排出去才行。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对减肥瘦身、清除宿便有帮助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首先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相互抱住对侧的手肘，然后慢慢的举过头顶，腰背要保持挺直。这样坚持3秒，再慢慢的向下弯腰，身体尽量的靠向腿部。弯腰的时候要注意，双腿要尽量的保持伸直，弯到自己的最大限度，然后坚持5到10秒钟，再慢慢的回到站立的姿势。每天早上起床后反复的做30次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排出体内的宿便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有很好的瘦身、塑形、清肠的作用，只要坚持就能看到效果。对于经常做饭的人，家里厨房肯定放了很多的食材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有些食物放的时间长了，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尤其是土豆。
如果土豆发芽了，最好呢就不要吃了。因为土豆中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碱的有毒物质，正常情况下这种物质含量很低，但如果发芽变绿了，龙葵碱的含量就会增加。如果吃了发芽的土豆，很容易引起中毒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除了土豆，还有2种蔬菜发芽了也不能吃。花生，发了芽的花生很容易生成黄曲霉毒素，所以花生如果发芽了，最好都扔掉，不要吃了。红薯，红薯如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这样的红薯就扔掉吧，因为发芽后的红薯很可能会出现霉变，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不管是土豆、花生还是红薯，如果发了芽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都尽量不要吃。红薯是既美味、营养价值又高的一种食物。红薯属于粗粮，经常吃对身体有好处。但是有的人会有疑问，吃红薯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血糖高的朋友，生活中饮食要特别的注意。红薯属于粗粮，正常来说对身体健康有益，但是红薯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，如果经常大量的食用，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。而有的人会说，有些红薯吃起来也不甜啊，因为红薯的品种不一样，虽然吃起来不甜，但是吃的时候也要控制好量，要不然还是会引起血糖波动。对于血糖高的人，可以少吃一些红薯，最好在吃的时候搭配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并且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，这样对控制血糖是有帮助的。雌激素旺盛的女性通常会有3个明显特征，希望你都有。第一个，睡眠很好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维持内分泌平衡有很大的作用，如果雌激素充足，内分泌也会平衡，这样晚上睡觉也会睡得快，睡得好。但如果雌激素分泌不足，内分泌发生紊乱，那么晚上就可能会出现睡不安稳、失眠多梦的情况。所以睡眠好是雌激素充足的一种表现。第二个，皮肤好。女性如果体内雌激素旺盛，那么身体的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好，这样皮肤也会显得红润有光泽，让人看起来更加年轻。第三个，月经正常。雌激素的分泌和卵巢功能也有一定关系，如果雌激素分泌旺盛，那么说明卵巢功能也不错，月经也会比较有规律和稳定。但如果出现雌激素分泌不足的情况，月经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这时就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了。女性朋友要注意，很多人经常会出现大脑反应慢、记忆力减退，经常丢三落四的情况，对生活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那今天教大家2个手指动作，对提高记忆力有帮助。动作1，先伸出我们的双手，手掌心朝上，然后用双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分别依次的敲击大拇指，这样反复的做30次，每天可以做2到3次。动作2，这个动作就是将双手握成拳，然后从大拇指开始依次的向前伸出，再依次的往回收，这样一伸一收为一次，反复做30次，也是每天做2到3次。因为我们手上有很多条神经连着大脑，这样刺激手指可以锻炼脑神经，对增强大脑功能有帮助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可以让大脑更灵活，提高记忆力。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多练习。便秘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导致便秘的原因也有很多，比如缺乏运动、饮食不当、消化功能不好等。便秘会给健康带来很大隐患，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调理。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，在我们大腿上有一个通便区，这个通便区就是大腿外侧的胆经，也就是裤线循行的地方。如果有便秘的情况出现，大家可以将手握成拳，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，从上往下慢慢敲打，一直敲到膝盖处，然后再原路返回。每天敲打2到3次，每次100下。敲打时力度不用太大，感觉大腿外侧微微发热、发麻就行。敲打胆经可以帮助我们畅通气血，刺激肠胃蠕动，对排出宿便、预防便秘有很大帮助。大家敲打完之后，还可以按揉一下腹部，也能够帮助消化，促进肠胃蠕动。
对于经常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多吃蔬菜和水果，因为蔬菜和水果中不仅含有大量的水分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可以帮助润肠通便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